大家好，比特币昨天视频，希望家人们珍惜4年的大机遇，因为这一个全球流动性指数迎来4年的一次黄金交叉，现在价格比特币已经又回到6万美金，计划还是不变。不管你是2022年跟我在 20K 以下一起抄底 all in 的比特币，或者是 25K 一起坚定在做多， 26K 也是100x彩票，以及这一次 50K 左右继续100x彩票有利润全部给我抱住。那等下来聊一聊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正在颠覆世界，那上涨的目标会到哪里？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社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个人推崇可以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全网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 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上涨的目标短期会看到哪一个位置？先观察一下，就是前几天有跟大家提到的比特币这一个下降趋势线在这个位置被突破，那这个下跌如果交易群里面有一起在做多的朋友，或者是这一个看涨楔形的形态，按理论短期先看有可能目标应该会到 65K， 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链上金鱼的数据。那昨天这一根上涨，现在金鱼又行动了，就是9月13号这一根 K 线，只有100枚以上的金鱼钱包，现在是又买了1000枚，包括很多空方的朋友在低点的时候，交易群上面或者是视频也是一直在提醒，有可能这个位置跌不下去。那早上刚刚看到的最新消息，现在微策略是又买了11亿美元的比特币，数量是18000多枚，成本是在6万多美金，所以机构都快把比特币给买光了，也是苦口婆心跟朋友们讲，盘整了200多天，这个位置 65K 先观察，但是我有更高的目标，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张图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这张图表，前几天是有跟朋友们分享到比特币4个小时是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那现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利润拿在手上尽量给我抱住，而且昨天这个位置已经是突破了这个颈线位，那按理论目测的一个目标，从颈线到低点的位置这边突破，应该空间有可能也是很接近那个 65K 附近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篇报道啊 ，Visa 跟其他几个机构进行的一份调查，就是目前的加密货币，特别是稳定币，现在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已经是在赶超整个法币体系，所以法币有可能已经是在慢慢的没落。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好像是针对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进行的一份调查，就是2024年上半年整个稳定币的结算金额是达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2024年上半年稳定币的结算是达到 2.6 trillion， 也就是 2.6 万亿美元啊，而且有可能估计整个2024年全年稳定币的结算会达到 5.3 万亿美金附近啊。所以从这个调查的数据或者是网上的一些数据，结合我个人啊，就我个人身边感受到的一些真实的事件，就是整个稳定币，特别是 USDT 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你是生活在大陆的沿海城市，应该有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商店现在都可以用 USDT 来支付。你要去问哦，比如你吃饭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问你们能不能用 USDT 二维码付款。包括第二个点，就是很多外贸的企业，比如说沿海城市的那一些高仿的奢侈品、鞋子、包包、衣服，大到上面的生产厂家，或者是小到下面的批发商，再小到下面的零售商，全部付款都是用 USDT， 以及一些进出口公司，大部分现在也是有在用 USDT。所以这个加密货币目前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是非常非常的广啊，所以希望很多空头的家人们不要小看这个加密货币啊，
它目前正在颠覆整个世界。就比如我听说的一个事件啊，因为听说好像是有一家废品公司，每天转账的金额可能大几十万、几百万，银行卡都被冻结啊，冻结到人家烦到反感，直接用 USDT 在那边转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篇贝莱德的报道啊，目前的比特币，它是讲比特币是对冲全球混乱的工具，或者是对冲法币的工具。我们可以看一下，连全球掌控着9万亿美元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他讲出的一个言论，我们直接翻译为中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下面的这一个观点啊，他说，由于美元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加密货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安全替代品而备受关注。尽管美元在全球货币的领先地位稳固，但各国也做出了显著的多元化努力。此外，各国央行都在寻求保护自己免受美元崩溃的影响。连美国最大的巨头资产管理公司、旗舰级的资产管理公司讲出这种话，美元即将崩溃的影响。如果美元崩溃，你觉得其他国家的法币不会崩溃吗？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哪一个朝代的法币是永恒的，所以既然机构看到比特币未来的整个前景，包括刚刚的那一组数据，以及昨天好像有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就是现在的稳定币它不仅局限于投机的应用，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2023年 USDT 网络流动的资金几乎与 Visa 的那个支付或者是结算的金额是一样多。所以我的观点，法币已经是在慢慢没落。你在这一个未来的全球科技或者是支付金融这一块没有了比特币，有可能就会输给全世界啊！希望朋友们，现在比特币可是战略层面的东西，空头的朋友们不要去看空比特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至于更大的上涨目标，比特币会涨到哪一个位置？那我们尽量看长周期的图表，比如月线图啊，因为短周期的图表有时候失误的概率是相对比较高，所以看长周期的图表，如果你有做对，我是尽量建议朋友们给我抱住哦，因为观察这个头肩底的结构，2021年当时在高点的时候有预期美联储要加息，是不利于主力去拉升的。那现在的整个回顾来看，这整波2022年的下跌，当时在底部的时候，希望朋友们底部可以去 all in 比特币，特别是现货这一块啊 all in 到现在也是建议朋友们尽量不要卖，因为如果从这一个大头肩底的结构来观察，现在这边也是在盘整，如果这个颈线突破，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整个，如果从这个高点到这个底部的位置 15K， 我们复制一个空间上去，一直的观点是跟大家讲，有可能比特币会再涨5倍到10倍。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